各位朋友，一号预言小李飞刀，力不虚发。浩哥是说谁谁进去，瞪谁谁怀孕，这句话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了。我点名了吃瓜盟主，这是没几天。首先呢，沈毅教授也出来揭露吃瓜盟主人为的制造这个民族对立这个民族分裂，实际上背后有着日本资金的影子，没准是个日本外务省养的一个汉奸间谍。沈毅老师说完了之后就是没两天吃瓜盟主的账号直播功能被封了，而且呢，吃瓜盟主把所有的作品都清空了，只留下一两个。这是为什么呀？如果他没有毛病的话，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清空了呢？那些这两天在这儿围着我谩骂的那些中国极端底层的黄汉二极管们，你们又有什么感悟呢？吃瓜盟主的号已经被清空了，这是 B 站的号啊。B 站呢，可以说是应该讲最不敏感的一个这个网站了吧，因为 B 站呢这么多年来呢一直深受盈利问题的困扰，他对于他自己培养出来的这些 UP 主那是非常的袒护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去封禁他们的，除非上面下命令。就比如说护尘风吧，对吧？护尘风 B 站可以说是七擒七纵了吧。自从1年多前我提出了，我说护尘风一定会被封禁的，这个期间他封了4、5回，结果呢就是这个封个什么1个月2月的，然后又把它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 B 站想挣钱呢， B 站的盈利压力在这里边是最大的，头条那是一个可以说是挣大钱的地方， B 站这边老是亏损所以他对于他自己的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些大 V 们基本上是非常袒护的。吃瓜盟主为什么他的直播功能就直接给他封了呢？吃瓜盟主自己还想挣扎挣扎，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给下架了还是最后这个想着躲过这段可以说是舆论的热潮再偷偷摸摸的还魂是吧？不太可能了不太可能了。我的这个预言吃瓜盟主从此以后这个在中国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为什么呀？他起到的作用比这个护尘风要恶劣多了。护尘风只是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护尘风的事迹了是吧？说这个护尘风为什么给封了吗？因为他制造对立，他制造的只不过是贫富的这种对立而已底层的人就是安卓人买不起苹果手机，他制造的只是贫富的对立而已。而吃瓜盟主制造的是民族的对立，而且最离谱的是他制造的是满汉的对立，这就离谱他娘给离谱开门，离谱他妈到家了为啥呢？因为中国从来就除了那个清末的时候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连那个时候连那个鲁迅什么秋瑾都自称自己是黄汉，那时候特殊的历史时期要驱除鞑虏。可是自打民国之后呢，满汉之间就已经完全的融合了。到现在你听说过少数民族比如说回汉对立，维吾尔族和汉族对立，是因为他们的伊斯兰的极端信仰。你听说过满族和汉族的对立吗？就是吃瓜盟主的这帮包藏祸心的这些人制造出来的，人为制造出来的对立，这就离了个大谱了，你知道吗？
他们创造了一个词儿叫满夷。可是批评吃瓜盟主的这些大 V 们基本都是汉族啊！我不是很不客气的讲吗？我说吃瓜盟主的这帮极端的黄汉粉丝都是中国社会里边最底层的，他家的炕上除了他娘就不可能有别的娘们的，他娘要是没了退休金了，他得饿死到他娘的坟头上的那批最底层的最不可救药的神经病们。那有人说，那你老说底层的词儿，我听着就不舒服，因为我也是底层。我没有看不起底层的意思，我说的是那些脑子有毛病的、精神有毛病的那些底层，因为每个人都是从底层奋斗上来的，除非那些极少数的天龙人，对不对？那你能够从底层跨越阶层，那是凭的是什么呀？凭的是你的脑子呀。如果你脑子不够用，精神还有毛病，那些极端的黄汉那不是永远在家里边啃老的吗？他娘死了，他不就得饿死在坟头上那种人吗？因为他的脑子不支持他跨越阶层，他不可能有更好的生活吗？我只是说实话而已嘛，对吧？所以这些极端的黄汉们现在都傻了吧？为什么说浩哥说谁进去呢？那就是因为浩哥看得准呢，就是黄汉这种所谓的制造这种民族分裂的群体，在中国目前的这种56个民族是一家的这种主基调下，你想想能让他们活着吗？所以这个净网来的很及时。当然了，吃瓜娘们的账号他还没封，但是呢，护陈封以前都是走过这个过程的。这个 B 站为了自己挣点那个提成钱，他还是要挣扎一下的，但是已经引起了这个网信部门的高度关注的人，没戏了。其实我的粉丝里边呢，也有很多我批判的那种底层的鸡血二极管。我是希望呢，能够在我的频道里呢，让他们能够有所醒悟。可是有些人就是目前的这种状态，就是一个自我封闭式的精神病的状态，我听不进别的这个劝诫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太低级太底层了，他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只能把自己的汉族拿出来炫耀，所以这是没救的一种行为。我也希望我能够骂醒他们知道吧？所以你看，我的粉丝里边有一小批极端的这种底层的鸡血二极管，我也不希望他是我的受众。我不是从来都说嘛，我这频道里我希望一个傻叉都没有还动不动说你这个批评吃瓜的批评什么五间大瓦房我就取关了我不是通常回复一句话吗？说我也把那玩意儿从令堂的体内给拔出来了，我也通知你一声，你走就完了吧，你喊什么？那不精神病吗？这不神经病吗？说你在我这儿那只不过是10几万分之一那我就说句不客气的话，那你算哪根毛啊？你还给我喊一声我取关了我从来不需要这个精神病的弱智的粉丝的，知道吧？我跟那个吃瓜娘们不一样，吃瓜娘们走到今天，就是因为他被他的那些极端的低级的粉丝给带偏了、绑架了，或者说是他本来就是拿着日本的钱他就是吸引一批社会底层的极端的精神病来挑动民族对立这个事情可以两面说那么今天咱们先说这个人如果没有
自我认知能力，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啊！没有这种能力的话，那永远是社会的炮灰底层。因为我的一个粉丝说的是非常好，他是怎么醒悟的呀？他给我写了一段长长的，希望我能够在节目里讲讲。这位朋友说，建议浩哥认真看看我的留言，如果觉得我说的对，下次视频你拿来做素材。吃瓜盟主这个女人，她是我网上20多年来遇到了最强敌对势力，战斗力爆炸，那些个公知比起她来简直是弱爆了。这个女人极其恶毒，而且非常有手段，迷惑性极强。坦白讲，我被她蒙蔽了好久。我开始非常粉她，慢慢的开始越来越觉得她不对劲儿，感觉她说的很多东西超级有道理，但是呢，有些好像又有点怪怪的。后来我慢慢的回过味儿来了，也整明白了她的动机和手段。首先我非常明确，他的动机绝对是奔着分裂中国来的，但他的目的不是从领土上分裂中国，他要从价值观层面分裂中国，他要解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营造各民族的敌对气氛，破坏各民族之间团结的局面，而且沾着一屁股屎的满清是最佳的切入点。然后说他的手段，他深知政治是以男人为核心的，所以他一开始的定位就是牢牢的圈住男性用户。根据这个逻辑，他开始上来前几期就猛锤女权，在这个女权横行的时代，他这几期立刻就圈男粉无数，快速筛选出了一波铁杆的男粉。然后一段时间他的内容基本还算正常，看上去基本上是一个根正苗红的爱国博主，这是固化和扩大基本盘的阶段。我开始对他产生怀疑的时候，并不是他猛锤满清，而是猛锤女权，因为他锤的有点太狠了。他甚至反复说，在中国古代男女很平等，女人的地位很高，并且说的有理有据。那几期看得我一愣一愣的，感觉他说的太有道理了，自己以前的书都白读了。但是随后我就觉得不对呀，这个太反常识了。无论如何，在古代不可能是男女平等的呀，反而例子是太多太多了。这个时候我就怀疑了说为什么这个博主作为女人锤起女权来这么狠呢？难道是为了讨好男粉丝？再后来他开始锤满清了。其实我一开始也觉得没什么，毕竟我也不喜欢满清嘛。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满清绝对是一个不讨喜的朝代，喷点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慢慢的我又觉得不对劲了，这个博主怎么90%的内容都变成了锤满清的了？虽然他的主题还是会贴合时事，但总觉得说着说着就开始锤满清了，连李子柒复出都可以阴谋论一下是满姨在后面搞鬼，我听着就怪怪的，这什么跟什么呀？这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对劲了。我说过批评满清没有问题，但是满清作为前朝的前朝，并且已经死透了100多年了，那么天天锤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一直有个观点，历史一定要是为当下服务的，所以他这么做的动机一定是针对当下的。那么当下跟满清最大的关系是什么呢？那当然是满族了。被洗脑的黄汉们别跟我扯什么满族是满族，满清是满清，两者没关系。你自己动动你那2两的脑仁，想想这可能吗？那么针对当下满族发起攻击是什么意义呢？这个时候黄汉又要说了，前几年满姨还搞分裂呢，难道不该管吗？那我告诉你，想造反的不止满族，甚至还有护犊，你听说过吗？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上海人都圈禁起来呀？正常人的逻辑是，谁搞事就要去针对搞事的人，而不是针对搞事的民族。监狱里的犯人汉族人最多，是不是代表汉族人最坏呀？显然不是嘛，对不对啊？但是在这群傻缺黄汉的逻辑里面，一些满姨搞事就代表所有的满族都有罪。顺着这个逻辑再去听吃瓜盟主的那番妖言，然后再回到现实里面往满族人头上套，结果就是所有的满族人都坏透了。请你动动你的脑仁想想，满族人口1000万，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们？人口灭绝吗？灭绝了满人，然后呢，是不是下一个就轮到蒙古人、维吾尔人、藏族人、回族人？是不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最后只允许汉族人存在？甚至说，是不是只允许与你们观点一致的汉族人存在？像我这种汉人，是不是也要被划入应该物理清除的满夷行列呢？亲爱的同胞们，请你们清醒一点，如今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不可能从外部击破了。我们有最先进的航母，我们有最先进的战机，我们有独一无二的核武器，我们有钢铁的意志，甚至会有意志的钢铁。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个敌人敢跟我们进行一场面对面的热战了。我们唯一能被击败的就是被敌对势力从内部瓦解，而制造民族之间的裂隙，进而制造民族矛盾，引发内乱，这绝对是一个最佳的切入点。再回到吃瓜盟主，以他的学识和智力，我相信我不相信他意识不到这些。他显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切都是有意为之，甚至他的打击面会越来越大。我预言，如果吃瓜盟主不被封，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其他各民族将陆续进入他攻击的视野，但是他应该不会大肆攻击蒙族、藏族、维族，因为太敏感了，容易被封。但是一些人畜无害、战斗力不强而人口又不少的民族，应该是他的首选。比如说壮族、苗族、彝族这类民族，我甚至怀疑他会慢慢的开始攻击其他的朝代，应该不会攻击秦汉，这俩算是黄汉也受不了，因为这是基本盘。但疑似少数民族血统且十分强大的唐朝大概是一个绝佳的靶子。如果他开始攻击这些，那他就是一个狗汉奸无疑，因为这类行为都是非常典型的可以瓦解中华民族内核的关键操作。大家拭目以待吧。不用拭目以待了啊！吃瓜娘们儿已经被封了。各位，就说人有自我思考的能力，有认知能力，才是你一步一步的跨越阶级的基本盘，明白了吗？那些活在自己自闭式的臆想中的那些极端的黄汉们，永远是社会底层的笑话、废物和炮灰。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